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这个整个六龟的山城里面，看到蛮多位回到故乡来，需要大家一起陪伴或者一起支持的，自己够努力的，一定会被看见，适时的给予大家彼此的协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宝来人文协会地方这么多的伙伴，包括喜歌的协会，包括福田还有长荣大学种种学校、种种的资源，愿意出来在这边主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倡议这些议题，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看见，其实六龟很棒，六龟的人才很多，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手牵手，互相拉一把。自己真的力量不够大，那适当的时候有相对的资源来，那你真的是如神助一把这样子。我觉得跳跃就很高，未来有机会，我们有能力也可以协助拉拔更多的人。在乡下长大都会知道，其实回到六龟能做的事情蛮少的，能做的事情又可以赚到钱的事又更少哦。风灾过造成六龟蛮大的一个重创，那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为什么在这时间点？那为什么要创业这件事？你没有创业过的人，其实你很难去知道你身边的贵人啊，或者是你能扶持你的人是谁。返乡创业要一直坚持到现在，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如果没有家人支持，你说靠自己或是靠周边的去推动，你真的那个心还是会累的。我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六龟区公所举办的公民论坛。那第一场也是我熟悉的好朋友，就是茂兴他所做的一个分享。那在这个分享里面，我终于看到了12年来在点点滴滴累积出来的一个力量。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会是一个人的努力，我们也看到他的贵人，看到他的另一半，还有很多的伙伴，在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一个串联。那我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力量。唯有活下来才会被看见。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回来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要有多少收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要有多少钱，我该让大家挖得来，该让持续的维系我自己的全部的生活这样子。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要多少，得到多少，然后你要去努力多少。就像我刚刚问大家的，大家都想要6万块以上，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得到这6万块？目标的收益等于你努力的过程，你今天要赚10万，你就要有10万的努力。如果要回来乡下，男生先找好一个老婆，然后可以勇敢的支持你的好老婆，对，你就有机会回来了。如果年轻人想要回来的话，不管是从什么工作去做，从农也好，或者是你去做社区的工作啊，或者是你要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觉得人一定是要勤劳的，如果你勤奋，其实不会饿死。对啊，也要肯做啦。所以要回来，年轻人，你觉得你够勤奋吗？你勤奋，你才不会饿死，好不好？乡下不会饿死啦。我大概上任以来，也不知道接了几次的记者的来访问啊，然后来一直打电话那个轰炸。莲雾没办法出去大陆的时候，记者当天先打来问我说，这对六龟造成什么影响？我跟他说，后续要慢慢评估。然后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记者不是这样写，然后所以报道就出来了，就说我说不影响六龟。我就想说，天哪，就是怎么会写出这种报道？然后当然开始就有很多农民很激烈的反应嘛。那有直接来问我的，我就会问他一句话说：如果我连莲雾是六龟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我都不知道的话，我敢来接这个总干事吗？大家就突然间释怀了。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唯一的一个信念就是农民好，农会才会好。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信念。六龟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你说跟人家一样，我就是跟他不一样，我就是比他好吃，就是对自己的东西要有信心啊。以上我就是我的嘻哈厨师。我曾经被一个朋友讲说，小黑，你住六龟，请问我要吃什么？这也是我一直疑问的问题。来六龟到底要吃什么？所以我开始做外汇跟事，我也很想开店啊。但是请问，我开了店，六龟的人准备好了没？
我一直在审视这件事。我曾经在5年前看到一个辣椒罐跟米酒瓶装一样，中间开一横而已，然后继续倒米。我们务农工人吃是没关系的，但是我看的东西是叫做发霉了。外县市的观光客会不会看？他会不会写？他会不会说？他不会说啊。所以我愿意花了钱去良性交流。只要是我的学生，露营区、饭店业者、小吃店，我愿意去花钱，我愿意良性沟通你的食品安全的产业链。我把你的食安做好，我也是对了消费者跟观光产业链的安全。回来就是你的心态要调整，因为你不能以正常的薪水，因为你在海巡把事情做好，国家就给你钱。但是你回来不是，你回来把事情做好，做到极致。但是你不见得能获得那个收入的酬劳，你必须得出去挣钱，出去曝光。我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注重的是一个品质啊。我觉得品质好像就是人家常说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你把自己准备好之后，在默默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外界有可能在这个正风这个推广山茶的时候，有一个外界力量会开始进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你就不会去担忧。那我是5年前回到新发，回到这个场所接我爸的事业，这样子回来要从何做起，不知道。刚好我在夜市也有赚到一笔钱啊，坦白讲，我4年有赚到1桶金。我妈就跟我说：“你回来做做看，3个月给你，如果你做得下去你就做，做不下去你再回到夜市。”我有一个阿嬷，我早期在高中的时候我租房子，我就住在外面，我是跟一个阿嬷住。她跟我讲说：“戏白花卡固那就是你的。”这句话听得懂哈？你只要站久，这个天下这一片大地就是你的。谈一下这个香托跟这个吊桥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走过那个吊桥，但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它现在封起来了。其实我还蛮好奇的。那当然我也不晓得现在我们的公部门对于这个空间的规划的期待是什么啦。不过我期待就是有那么好的一个历史故事在这里的话，我当然会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看见啊，到六归来的时候能够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过往。那个香托来讲，就是我载的小孩子，我必须载他去上学的一个路，然后我也知道说每次要转上去的那个危险。因为它是一个斜坡嘛，它转上去的危险。然后我最大的印象是它那个上面它有3个像烟囱管的那个3个，它最少是有3个，所以我都跟我们的小朋友讲说它是一个城堡幼儿园。这个桥现在我觉得很可惜啦，因为其实做的蛮漂亮的，也很特别。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通行。那我们去那个茂林啊，它的桥做得很好很宽，然后连车子都可以过。那这边的话，连人都没办法走，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了。如果说能够慢慢把它再恢复从以前啊，然后让我们就是再能够回味以前小时候，这非常好。你只要什么东西都具备了，我就留下来。人的马斯洛理论，人的需求要什么东西？建构好的生活机能，食衣住行娱乐文化观光，有了人就留下来了。我借这2张海报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品质呢，它不会自己长出来。那些我们希望有好的品质的，包括洒劲的哈，它都不会自己长出来。它其实是在我们创造的这个文化里面酝酿出来的。它怎么创造？怎么创造呢？其实我用另外的词就是机会。这里面有哪一些是机会？那这些机会不会自己掉下来，这些机会还是要有人去创造。比如说优质的这个生活机能，优质生活机能食衣住行娱乐很好，谁要做？你单没对啦，一定是咱内底有一寡，再回过头来，一定有一寡戆人的对啊哈。那么他去做了，或者有一些聪明人，他知道他现在做，以后会有回报，包括对他自己跟对邻居朋友的。我还是回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在办这个论坛，包括希望能够透过大家的协力，所谓的专业协力。茶做得很专业，长照做得很专业，把它建到做专业，社区做到做专业，露营区比来做专业，质感弄好起来了。我希望它集结起来，也就是说大家都能够站稳自己的脚步的同时，我们集结起来就是一个六龟很强大的力量。